晚上，陈小娟待在孩子的房间里，想陪孩子睡前聊聊天，也好逃避跟王志胜独处在那间有他出轨痕迹的主卧房。是你打电话叫爸爸回家的吗？一张小小的单人床，陈小娟在孩子身边躺下，轻轻地把孩子揽在怀里。想爸爸啦？王明阳点了点头。他看着自己的手指，轻声地说道：我打电话给爸爸，问爸爸是不是出差了，问他哪时候会回家。妈妈？怎么了？陈小娟听出孩子的欲言又止，她轻轻抚着孩子的背，像是在鼓励孩子把话说出来。妈妈，你跟爸爸吵架了吗？像是罪犯在聆听自己的罪行般，孩子的话每一个字都让陈小娟觉得沉重。她抿着嘴唇说不了一句话。孩子也像是知道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，轻轻地用小手拥抱着她，感觉到小孩的拥抱有些用力。陈小娟又轻轻摩挲着小孩的背，想安抚小孩不安的情绪。陈小娟思考着该如何回答这千斤重的问题，最后她只能这样答道：是妈妈不好，妈妈以后不会再跟爸爸吵架了。小孩听到这样的话，反而充满不安地扬起小脸看着陈小娟。我不是在怪妈妈，我只是有点担心。陈小娟知道小孩在安慰她，她对着小脸温柔地笑着，但小孩的脸上却露出焦虑的神情，这让陈小娟觉得有些蹊跷。她忍不住严肃地看着小孩的双眸问道：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你会跟爸爸离婚吗？说完，小孩有些胆怯地缩了一下身子。陈小娟有些不敢相信小孩会问这样的问题，她将身子往后仰，拉开跟孩子拥抱的距离。她想要看清孩子的脸。你怎么会问这个？小孩坦诚地跟她说，最近常看到他跟王志胜有争吵，不然就是冷战不讲话，让他心里觉得很害怕，感觉父母是不是要离婚了。小孩一边说着自己的烦恼，一边伸出手再把他抱住。陈小娟觉得自己真的像是犯了天条的罪人，心里埋怨自己怎么会带给小孩这样的担惊受怕。我同学的父母，他们离婚了。小孩讲起班上一个女同学的家庭情况，陈小娟有些意外，因为上次的家长会聚会，她还跟那个女同学的妈妈聊过天，完全看不出任何异样。你们聊过她父母离婚的事吗？陈小娟难以想象小孩的世界怎么变得如此复杂呢？王明阳像是心事重重地皱着眉，他好像跟妈妈一起过，假日会跟爸爸一起出去玩，也有其他的同学，家里好像也在闹离婚。你们都在聊这个吗？陈小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她有些惊讶地看着孩子，孩子被她的表情逗笑了，噗嗤一声笑道：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？有一点耶。陈小娟好笑地揽了孩子一下，你们怎么会这么早熟啊？孩子像是觉得自己被取笑了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转过身侧躺着，把陈小娟的手放在自己的身前。陈小娟闻着小孩洗澡过后的头发清香，她心里有些惭愧，如果不是大人制造的问题，小孩又怎么会变得早熟？才读小学的孩子就在讨论父母的婚姻问题，这个世界怎么会变得如此不堪？让孩子担心的大人们，知道他们的孩子正在害怕自己的父母会离婚吗？陈小娟越想越心疼，
因为他的心里也在问，王志胜会跟他离婚吗？回到主卧房，王志胜已经躺在床上睡觉了。在黑暗中，陈小娟蹑手蹑脚地来到双人床的另一侧，她默默地躺在王志胜的身侧，听着他发出平缓的呼吸声，她有些心安地松了一口气，转过身面向王志胜的背。夜晚间只有他们的呼吸声，即使是躺在同一张床上，没有拥抱，没有交流，她都觉得这一刻令她感到放松。她其实一点也不讨厌身边的男人。当她这么想着，那个令她心安的男人却冷漠地说出：“我们离婚吧。”黑夜的寂静让王志胜的声音变得无比清晰，一字一句都让陈小娟无法假装听不到。她像是从冰窖中挣脱出来的获救者，重重地翻起身，觉得全身都在发冷。她颤抖着看向王志胜的侧颜问：“你说什么？你要离婚？”王志胜平静地回应着，然后扯了一下被他压到的被子。“孩子可以跟我们离婚，你可以再找男人结婚。”主卧房传来清脆的拍打声，接着是王志胜不甘被打的怒吼。两人争执大吵的声响，让王明阳在自己的房间里躺在床上，面对不断传来声音的墙面，卷曲着身体，捂起自己的耳朵。他的小手怎么也掩盖不了那些争吵的声音，听着妈妈不断地控诉爸爸搞外遇，妈妈为了他不想要离婚，而爸爸只是不断地发出滚开的声音，然后就是物品掉落的杂碎声响。父母争吵的声音一直传到客厅，王明阳忍不住起身去偷偷打开房门。他看着爸爸带着行李箱想要出门，并不断地甩开妈妈想要缠绕的手。“你要去哪里？”陈小娟怒气冲冲地想要拦下王志胜。王志胜距离大门就差最后一步了。他拉着行李箱，转过身看着有些凌乱的陈小娟，他叹了一口气：“我们先暂时分开住，等你想好了，我们再谈吧。”说完，也不管陈小娟满脸祈求他留下的神情，甩开他的手，转身打开大门离开了。所有的争执都在王志胜离去后全都渺无声息。陈小娟终于扛不住身心疲惫地跌坐在地上，然后她在窗外洒落的光影间感受到那令她心疼的身影。她看向王明阳的房间，孩子站在房门口，脸上露出“你们会离婚吗”的焦急表情。陈小娟再也忍不住地伸出手，孩子跑向她，抱住自己的妈妈。孩子颤抖的身子让陈小娟忍住嚎啕大哭的激动。她原本紧紧抱住孩子的双手，在调整呼吸后放松了些，然后轻抚孩子的背。“没事，我们只是吵架，没事的。”孩子紧紧抱着她，就像在抓湍急河流中的浮木般。陈小娟心里充满了后悔，为了孩子，她应该要更坚强才对。她轻轻抱着孩子，用温柔的抚摸回应着孩子的急躁情绪。这一天过后，她该怎么办才好？陈小娟看着开启门扉的主卧室，争吵过后的破碎，让她只能无助地抱着孩子，